野花儿开得妖娆。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问天无语，月儿笑。花园相望人寂寥，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过，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牧笛笑深情，山河岁月催人老，一腔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相濡以沫是骄傲。来世再相约，庭前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来世再相约，庭前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夫人，克劳迪先生现在有客人，请您稍等。好。快开了，取消不了。我他的钱我可以赔给你，只是要发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还我来啊，克劳迪。我们还是改天再来拜访吧。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那还有什么问题？这2000包生丝，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2000包生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神，我以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我还是再等一等吧。那请您这边稍等。我遭人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我再不相信你了。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这样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沈少爷在里面，我知道。我不配跟我们做生意。你和他，我和他对不起，不会再有任何挂钩。滚！克劳迪先生，你现在是不是急需2000包生丝？我们吴家的主营业务就是生丝，或许我可以帮你。你可以在10天之内把所有的生丝送到上海吗？可以。我每包最多只能给你出到310两银子，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克劳迪先生，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你说。我想跟你签订10年的协约，今后10年，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丝。不行，万一你给我高价格呢？我们可以在契约里约定，同样品质的生丝，我的价格不能高出市价，一旦高出，你有权在其他商人那里购买。但是同等品质、同等价格的生丝，
你只能向我购买。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单签好。如果这次顺利合作的话，那我就签你们的10年约。如果这次不顺，一切免谈。行，先签了这一单再说。少奶奶，我们吴家什么时候主营业务变成了生丝？现在。你刚才答应给人家2000包生丝，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湖州不是盛产生丝吗？我们现在就去。湖州距离上海也就1天的车程，为什么克劳迪跟沈星移不去？因为他们知道湖州的生丝价格绝对不止310两一包。我不管湖州的生丝是什么价格，我都必须拿够2000包。那不是净亏吗？王世军，你身为吴家的大管家，做生意怎么能够只看今年？要看就看10年。10年？就算350两银子一包，2000包，我们共亏8万两。如果克劳迪洋行愿意跟我们签10年订单，10年，就算1年只挣1万，这8万也回来了。如果克劳迪只给我们签了1年的订单，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完美，他会愿意跟我们签约的。好，就算克劳迪跟我们签了10年的订单，那么他洋行开不下去了怎么办？你看看上海这繁华，像是生意做不下去的景象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商号店铺，哪一家不是欣欣向荣之气？王世军，你还担心什么？你将来怎么面对沈星移？相信我，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你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采购2000包生丝需要现银70万两，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现银？我们是没有，但有一个地方有。哪儿？银行。少奶奶，这里面那么多洋人，我们是不是要谨慎点啊？我若像你这么胆小，那我现在还在街头卖艺呢。少奶奶，
70万两银子，就这么到手了？这还得感谢沈心怡，她昨天的推荐，要不然这经理也不会如此之快的信任我。这洋人做事也太草率了吧？他们一点都不草率，而是非常的精明。此话怎讲？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器织布的效益，因为对陕西机器织布具有信心，所以对连本带利收回那70万两银子也是非常有信心。这大上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他说的对，这上海真是处处繁华，处处生气。沈星一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不管他，我们赶紧去买生丝吧。少奶奶，回来了。2000包生丝已经全部交接完成，顺利吗？非常顺利。克劳迪先生亲自验的货，但是其中有一角颜色略有偏差，我以为他会刁难，可他什么也没提。他是没看见，还是不在乎？这个我也不知道。少奶奶，克劳迪先生，克劳迪先生，那批生丝还没有上船吧？我们刚刚开始办了。还好。怎么了？我刚刚才知道，这批生丝里面有一角颜色有点问题。不会吧？我每一包都看过了。我们还是再看看吧。没这必要，我都已经开始搬运了。保险起见，还是先看看吧。行吧。快去。夫人，这批生丝的质量比我预料之中还要上档。就算其中有一角、两角质量不过关，我觉得也不碍事。找到了，就是这一角。你当时既然发现，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抱歉，克劳迪先生，是我疏忽了。夫人，你不用责怪王先生，这点差异，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瑕疵，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没关系，我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对不起，克劳迪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其他的中国人给我卖过那个生丝，比这个差远了。别人怎么卖我不管，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必须是最好的。那你就把这个角就换掉吧。不，要换就换整包。王世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1个时辰之内，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好。对不起，克劳迪先生，耽误你的时间了。要不这样，这包生丝我不收钱，算我免费送给你的。夫人，这包生丝我一定要付钱，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签下那个10年的订单。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还愿意跟我合作？夫人，
我到中国已经5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商人，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你的信任。那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好啊，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尽下地主之谊，也庆祝我们合作成功。好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你多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叫上，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非常乐意，谢谢。春信，春信，哎，快，把我那2身漂亮衣裳找出来。怎么了？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你要请洋人吃饭？王世军回来了吗？回来了。王世军，王世军。少奶奶，什么事儿？你和福来赶紧去准备一下，要让那些洋人知道，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你的意思是，要那些洋人知道，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遍布中华，而我们经营的货品包罗万象。是，就这意思。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你动一动脑子，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我明白了。少奶奶，这2身穿哪个？这衣服本来是要穿给他看。我刚刚和吴夫人完成了一笔生丝交易，她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打算跟她长期合作。Claude， 你真是幸运。怎么了？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他一碗不少，怎么谈？怎么了？比利想采购一批绿茶，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比利先生，或许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国的湖南有几片茶山，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价格也都非常的低。真的？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你先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哼，夫人，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谢谢。谢谢。干了。吴夫人，原来还做茶叶生意。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药材、丝绸，还有洋布。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我们都做。老肉先生，你想要什么货物尽管开口，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我不想买什么，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正在寻找买家。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赚钱的，我们都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可以谈一谈陕西的经销权。要谈，我们就谈中国的经销权。我怕你做不下来。老瑞欧先生可能对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陕西吴家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从上海到迪化，从广州到黑龙江，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低调。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吴夫人正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商人。温柔先生，就算你没听说过陕西吴家的名号，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你一定用过。你看，
你们的餐布，在每一张餐布的角上都有“民富”二字，而民富洋布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还有这个瓷盘，在每个瓷盘的底部有“安吴杂货”，这就是我们吴家所代理的瓷器。还有这间餐厅，它不仅备有洋酒，还有中国酒。在那边的酒架上就有3种中国酒。古沁酒是我们吴家淮安酒坊所酿，淮安酒我们吴家也有参股。至于那玉妃稠酿，玉妃稠酿酒曲就出自泾阳吴家。谢谢，不错。尝尝我们中国的酒。夫人，我要跟你合作。这是我的荣幸。夫人，除了茶叶，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非常荣幸。原来你在中国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与你签约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后来那个沈西你又来找我，他想弥补，但是我已经告诉他我与你签约了，所以，那他是什么反应？他很失望，也生气了。我们签约不会影响你和他的友情吧？不会，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友情。来，喝酒。You know, Chinese women appear really strong. But the truth i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very different. Chines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if you do business in China, you're sure to have problems. A lady should not behave that way. Claude works with her. Let's move. All Chinese think the same way. 他们是在说我吗？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他劝 Billy 和 Lario 不要跟你合作。你不用理会他，他才是保守固执的。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从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是吗？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交际方式，仅此而已。如果你觉得尴尬，我可以陪你离开。啊，不。霍斯乌先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Go ahead. You expect that? No. 克劳迪先生、比利先生、劳瑞欧先生，初次见面，不胜荣幸。Cheers.
你真的是中国人？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但骨子里，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还有，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太好了，非常乐意和您合作。我也是。夫人，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教我。我在武汉下船，你们从陆路回陕西，我跟蚕商谈好之后再回来。湖北谈完之后，你再去趟湖南，比利要的茶叶、波斯乌要的瓷器和药材，你都一起定下。知道了，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就把下一季的生丝和茶叶全部定了。这个由你来定。我有话跟你们少奶奶单独聊几句。为什么？为什么不辞而别？无话可说，只能不告而别。你胡说！为什么要抢走我生意？是你明确告诉克劳迪你无法交货，我才进入的。但是你以这笔生意为突破，让他跟你签了10年的契约，断了我今后10年的财路。沈少爷，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你可以寻找另外的生机。对，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你为什么针对我？我不过是见到生意顺手做做而已。上海商人这么多，你不过是凑巧撞在了我的刀刃上。周莹，你为什么要来上海？我为生意而来。不，你是为我而来。沈少爷，你太看高你自己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你，当我离开金阳前送你那幅画的时候，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当我在电报局与你偶然间相遇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眼里全是泪水？当我抱着你，在舞台中间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你看着我那么陶醉？是，我承认，我对你有过那么一点动心。但是在知道吴家军需案真相之后，那一点动心和我们之前的过去，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什么意思啊？吴家东院被人陷害，家破人亡，罪魁祸首就是你爹，沈四海。你在说什么？我看到了当年军需案的全部卷走，有人匿名举报，说吴家东院军需作假，说亲眼看见吴卫文用松香代替血洁，而这个人就是你爹，沈四海。你爹还亲口指证，说沈月笙因为不愿与吴家东院同流合污，才被吴卫文指使手下杀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胡志存陷害我爹，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最卑鄙狠辣、害我吴家东院家破人亡的凶手，就是你爹沈四海。沈心怡，要是换成你，在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
还能和仇人的儿子谈情说爱，还能若无其事地计划未来吗？老奶奶，该上船了。我并非铁石心肠，你对我的感情，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吴家对我却是再造之恩。现在你我之间，不仅仅隔着我寡妇的身份，也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誓言，更有一段血海深仇。从此以后，我们山高水长，好自为之吧。周莹，你听我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请你回去转告你爹，只要我周莹在世一日，这仇我就一定会报。天注定，地注定，我们会老。蝴蝶在沧海哭了多少？故事已经开始沉醉，释放的爱如此的美。也许我们再不会忘掉释放的爱，如此的美。小姐，老爷今晚回来吗？不知道。他真有那么忙吗？不知道。老爷回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夫人，老爷在地上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啊！何香，快去给老爷舀汤。梁妈，快去给老爷拿毛巾。小林子，快去给老爷打盆水。哎，你们哥俩也回去歇着吧，累得不成形了，这不需要你们了。是。哎，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了。赵大人，吴夫人来了，你见不？你没看见吗？老爷都累成这样了，怎么见人？那我让他明天再来。哎，人在哪儿？我让他在书房等着。小姐，你怎么坐在地上呀？老爷呢？夫人，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就来见你了。赵大人，你这怎么了？哦，汉江发水，我也刚刚忙完，没事儿。我寄给你的东西，你收到了吗？如你所料，军需案的确有冤。我仔细看了，那沈四海的控诉前后矛盾，但却被全部采信，并成为最后给吴卫文定罪的关键证据。是，佟掌柜明显是屈打成招，还有胡志存的供述也跟其他人的供述完全不一样。赵大人，我现在郑重向你申请，重申此案，还我吴家东院，还我爹一个公道。可现在不可能重审，也没有办法还你们一个公道。为什么？连你都一眼看出此案的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那些刑部的老爷们，那为什么还要全盘采信？他们都是睁眼瞎吗？他们并非睁眼瞎，他们是胆小。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此次主持军需案重审的
是贝勒爷，就是他一意坚持，才让军需案如此匆匆结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我爹得罪了他？贝勒爷在泾阳有个商号，叫龙生河，就是与沈家合股的龙生河。沈月生、沈四海、龙生河、贝勒爷、军需案。难道说沈四海为了给沈月生报仇，通过龙生河找到了贝勒爷，卑鄙构陷，最终导致吴家东院家破人亡？不仅仅是为了给沈月生报仇。那天杨之焕说了一句：“以前跟吴家东院做生意的人，现在都在跟沈家做生意。”他们还顺手夺走了东院原来的生意。沈家所谓与龙生河合作，其实就是沈四海将自家的3成股份拱手让出。但是以沈四海的为人，这完全不可理解。但是如果联系军需案以及吴家东院的生意，这一切都顺理成章。那他们就可以瞒天过海，陷害吴家了。因为那个贝勒爷，现在比以前更加位高权重。所以你不敢动他。勇敢在这个时候毫无意义。我只想要一个公平，能有多难？你以为我不想给你一个公平？你以为我没有递奏折？我的奏折递到了军机处，就再也递不上去了。好，既然你无能为力，那就让我来吧。哎，你想干什么？上京城告御状。你疯了！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说理的地方。你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知道他跟皇上是什么关系？我不管，哪怕以卵击石，我也要讨回一个公道。以卵击石，粉身碎骨，全军覆没，这样讨回一个公道有何意义？周阳，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我赵白石一定还吴家东院一个公平。但是现在，的确不是时候。你相信我。好，我可以等，但他们夺走吴家东院的生意，我要全部夺回来。你想要沈家倾家荡产？哼，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周莹啊，一定要这么做吗？要。你这么做是完全不给沈家留后路啊！我就是要让沈家无路可走。到处树敌，不是经商之道。我并非到处树敌，我只是与沈家为敌，这是其一。其二，吴家和沈家早就是生死仇敌。我不这么对他们，他们也会这么对付我们。所以吴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将沈家压垮。但沈家和龙生河乃是搭档，龙生河的背景深厚，我怕我们得不偿失。不怕，我们吴家所有的生意都是堂堂正正。那龙生河就算是有心陷害，也是无处下手。对，二哥。你担心是多余的，这次我都算过了，周莹啊一定会大获成功，你放心吧。好吧，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也同意。王世军，你即刻向所有客商宣布我们最新的条陈。是，少奶奶。
边还有别的吧？看看啊，老板，我这儿还有更好的茶。哦。星儿，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回家了吗？你娘和你奶奶知道你回来了吗？吴家的军需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什么？你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你一手制造了吴家的冤案。谁说的？吴家的军需膏药当中根本就没有作假，是不是？几番缠缠绵绵织成面，我问思念应从哪边猜，一轮明月升起来，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舒寂了，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恍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舒寂了，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遥遥相对，满天清辉，再从容看一遍，恍若雨水，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于伤感，待天空云舒寂了，我发现你从